隔三差五吧，如果他们不方便嘛，就第二个月问他们搞个4、5千块钱，他们养老钱很多的，够养老了。这就是你啃老的理由吗？不是，还理直气壮的，你看。那阿飘哥啊，你看你要住一个3室1厅的房子，对吧？一个人住，而且呢，你工资也不低吧？你每个月工资多少？每月工资现在就差不多6、7千块钱，6、7千块钱。那你说你还是会啃老？啃老吗？我是有一个原因的。那啃老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听上去比较难听哦，但是我是为了今后的一个规划做打算的。因为我今后也准备想，就是说私下就开家公司吧，就是因为现在80后不是都想做老板嘛，就开家公司。那么你这个创业的话，想开一个什么公司呢？做我以前老本行嘛，做投融资这一块吧。融资公司？对啊，不是房屋或者是车辆这种格局比较小的，我是做一些地皮啊、酒店收购，就是说格局比较大一点，就比较高大上的一些项目啊。对，有一句话吧，这个生意经商，就是说一单吃5年，要么就是不开单。有时候你3年都拿不到一单，但是你一单做成了可以吃5年。都是为了一个博，这样我们青年人就是要有这种精神嘛，对吧？那你怎么个啃老呢？现在啃老的话，因为我爹妈他们希望我什么呢？安稳一点，每个月3、4千，生意就不要做了，然后做几年就退休，这样的话就给自己就是说不是很好这样的。所以我现在计划就是每个月差不多就是问我妈那个补贴个4、5千块钱这样的。每个月问他们补贴4、5千块钱，就隔三差五吧。如果他们不方便嘛，就第二个月问他们搞个4、5千块钱，他们也愿意给你。但是我又不能跟他们明说我想创业，他们不睬我的呀。但我只能用就前面说的这种每个月他们生活补贴，然后靠自己的一些储蓄，慢慢的把这个资本给积累起来。对，真的。所以我创业还是蛮痛苦的，蛮辛苦的。那你这个视频一拍，他们不知道了？他们不知道的，他们不刷视频的，他们不刷的，他们一大把年纪了嘛，整天看报纸的嘛，他们这个手机只是为了打电话，偶尔会微信发这样的。那很多网友到时候肯定这个视频底下讲了，说你啃老，对吧？每个月从你爸妈那里啃一点钱出来，肯定骂你的。隔三差五，比如说2个月、3个月，差不多需要补贴了。那也不少哎，如果10年积累下来的话，你这个因为今后嘛，肯定是做这一块，如果赚钱了，肯定是会回报他们的嘛。等到那个时候，给他们一个 surprise 惊喜，他们会感觉很惊讶，哇！儿子会能这么自立创业了，他们想不到的。但如果说我现在就跟他们说创业，他们是100%是不会同意的。他们愿意给我的，因为现在生活质量提高了，生活水平提高了，肯定有一定成本的嘛，他们也知道。那么像你爸妈的话，退休金多少？他们退休金就很高了，有18000了，2个人加起来18000。而且我之前听你讲，你爸妈好像这个背景还可以的，是吧？他们做什么的？他们都政府里面做的吧？虽然说他们现在年纪大嘛，退休了嘛，但是他们之前官位挺高的。我爸是个教授，一个全国那个体育协会委员会里面的一个委员，然后他最高做到了一个是那个青年羽毛球的一个副主席吧，这样的。那你妈呢？我妈是搞质量监督的啊，市场监督就是一样东西有3包嘛。大家看一下，就我母亲之前吧，很早了，她那个还没退休之前的。这是你母亲的照片。那么像你现在住这个房子，是你爸妈给你的不啦？是他们给我的，但是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不是给我结婚的，他们是为了让手上一些现金能达到升值的作用，就靠这个房地产嘛。名字不是你的这房子。对的。然后那你每个月问你爸妈要钱，这个事情其实有点不太上台面啊，你自己觉得呢？他们这个也得有一些自己养老钱啊，对吧？他们养老钱很多的，380万的够养老了。所谓的压库银，不能动的，对的。存款380万。对啊，所以我现在是想创业，想有一片自己的天下。但是我个人认为，阿飘哥，你还是应该用自己的这个积累的财富啊，去搞这个创业，对吧？是啊，我也想这么弄的。现在大家也知道，上海经济不怎么好嘛，一塌糊涂，好多公司都由于疫情啊，或者是什么国家监管啊打压之下，就是说收益也不怎么好，很多厂从上海搬到了外省，是这样的。这就是你啃老的理由吗？不是还理直气壮的，你还。那我们总归在一些有限空间里面能够有自己的立足点嘛，真的。否则的话，顺着这个趋势的话，好了，我的职业生涯已经一塌糊涂了。到一家干1年2年倒闭，再换一家干1年2年倒闭，这不好，一直跳来跳去不好，对吧？所以说我想总归要有一个比较完美的一个句号吧，对吧？